当北欧航空的飞机划破长空的那一刻，远在日本的安成熙终于松了口气。在林婉儿将叶晨对景清法师的怀疑透露给安成熙的时候，安成熙一度有些乱了阵脚。如果叶晨决定深挖景清这条线，那毫无疑问，为了确保自己不暴露，景清就必须像唐四海那样人间蒸发。可景清虽然对他唯命是从，但要真从根儿上论，景清并不算是他的属下。真要让景清为自己做出这么大牺牲，安成熙内心也有些不太忍心。好在林婉儿传回了好消息，这个女人用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极其清晰的逻辑劝住了叶晨，让叶晨不再执着于立刻找到萧初然这件事。再听他说服叶晨去北欧，他心里更是对林婉儿感激无比。此前北欧极光的事情他并不知晓，但在听林婉儿讲述之后，他与林婉儿有着一样的判断，极光展示出来的手印定然不是极地的某种力量作祟，那力量一定在叶晨身上或者身边。他和林婉儿都觉得，似乎林婉儿父亲留下的那枚戒指嫌疑最大。不管怎样，去北欧把这件事弄清楚，都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。谁都不知道那手印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的秘密。林婉儿在飞机起飞时给他发来一条信息，直到飞机起飞，他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终于落地。于是他叫来孙姐和原本准备启程动身回国，但又被紧急拦下的景清，对二人说，晨儿已经与林前辈一起去北欧了，想来短时间内不会回国。景清，你也终于可以回去了。景清恭敬地说，阿弥陀佛，夫人若是还有所担心，景清可以暂时不回华夏，以免耽误夫人大事。安成熙微笑道，你有那么多的信众，不应该消失太久，还是回去吧。回去正常讲法辩经，弘扬佛法。景清思忖片刻，试探着说，夫人，若是少爷找到我，我可能没有把握能够瞒得住他。安成熙点点头道，不必太担心，这一次我相信林前辈，晨儿也该把注意力放在正事上来了。若他到现在还把萧初然放在第一位，从而跑去找你，那我索性与他见一面，推心置腹地聊一聊。在安成熙看来，林婉儿已经把话说得这么透彻，如果叶晨还没有醒悟，那可能自己这个当妈的真的要亲自出马了。他之所以不愿意见叶晨，不愿意见父母和其他亲人，是因为他知道吴飞燕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自己，甚至没有放弃逼自己露面。一旦自己去见外面的人，哪怕是自己的至亲，暴露的风险也会几何倍增长。可是如果叶晨执迷不悟，自己暴不暴露也没有意义了，因为只有叶晨才有机会打败吴飞燕。只是他希望叶晨不要堕落到需要自己出面劝他的地步。景清也明白了安成熙的用意，现如今就是安成熙的临界点了。叶晨只要能幡然醒悟，那在大仇得报之前就不会来找自己追查线索。若是不能醒悟，就算自己不暴露安成熙的线索，安成熙自己也要现身。既然如此，自己便也没什么好担忧的了。于是他恭敬地说，既然如此，那景清这就准备一下，明日启程回国。安成熙微微点头说，去吧。景清告退之后，孙姐便也恭敬地说，夫人，若是没什么吩咐，属下也告退了。安成熙冲他招招手，笑着说，孙姐你稍等。孙姐点点头，来到他跟前，躬身问，夫人还有什么要嘱咐的？安成熙微笑着说，没什么，就是想跟你闲聊两句。孙姐不由笑了笑，说，夫人看来心情很好。安成熙毫不掩饰地点了点头，说，不知怎么了，一想到林前辈，心情就格外的好。孙姐笑着说，林前辈博古通今，学识过人，夫人这是与他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了。安成熙感叹，是也不是。说罢，他看向孙姐，认真地说道，他活了这么多年，确实是前辈中的前辈，我没资格说欣赏他，只能说真的非常敬佩他，我至今也想象不到，
如此一位弱女子，自身为什么竟有如此强大的能量？如水一般，不动时古井不波，奔腾时又摧枯拉朽。一言一行，一颦一笑，都仿佛蕴含着无法言喻的磅礴力量。陈儿那么倔强的性格，在他面前，竟也能被他驯服，实在太神奇了。孙姐连忙道：“夫人，少爷乃人中龙凤，驯服二字用在他身上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”不，安承熙摇摇头，郑重地说：“驯服二字极为贴切，我想不出比这2个字更适合的词汇了。连陈儿自己都无法约束的本能，在他面前都能被化解，而且是心甘情愿的被化解，他真的太棒了。”孙姐笑道：“如您先前所说，他手无寸铁，毫无修为，却能在吴飞燕的追杀下平安活了300多年，必定是有很多过人之处的，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都处在人生巅峰状态，而且叠加的知识会让他的学习效率越来越高。这几百年里，他能学到的知识，可能是一般人一生所学的几10倍，甚至更多。”“是啊。”安承熙笑着轻叹一声，随即迟疑片刻，对孙姐说：“我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。”孙姐小心地问：“夫人的奇怪感觉是什么？”安承熙严肃地说：“我觉得，似乎他才是最适合陈儿的人生伴侣。”孙姐被他的话吓了一跳，下意识脱口而出：“夫人，可他已经300多岁了啊。”“是。”安承熙说，“可那又如何呢？300多岁，依旧是一个17、18岁的少女模样，而且她过去几百年都在过17、18岁少女应该过的生活，并非神话故事里那些活到老之后又返老还童的妖精。她也不是什么老妖怪，她就是一个在17、18岁的年纪停滞了300多年的可怜小姑娘而已。”说到这，安承熙内心同情林婉儿的同时，又有些激动地说：“换个角度想想，他在17、18岁的年纪原地踏步300多年，如果这是上天注定的，那你想一想，上天安排他原地踏步这么久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孙姐茫然地问：“对啊，是为了什么？”安承熙激动地说：“一定是为了让他在原地一直等着那个合适的人出现，然后再与那个人一起携手往前走啊。”